我叫宋念慈，是前提刑官宋拱的女儿。父亲因查办一桩灭门命案，被现任提刑按察使周怀诬陷受贿，冤死在狱中。年幼的我，被叔父和叔母卖到了这义庄做杂役。我原本想一死了之，可我父母的大仇未报。2年间，我在义庄苟且偷生，偷偷学会了5座手艺。死丫头，不是让你赶紧把这死人烧了吗？怎么还在这杵着？是不是偷懒儿？死丫头还敢躲？看我不打死你！别打了，我再也不躲了。这具尸体明显是中毒身亡的，庄主放火是为了毁尸灭迹。趁他晕倒是我离开这里的最佳时机。我要去京城找到周怀，让他为我父亲的死付出代价。父亲，女儿一定会找到周怀陷害你的证据，为你洗清冤屈。要调查父亲的冤情，必须想办法进州府，但州府戒备森严，硬闯无异于送死。别杀我，我有钱！快走，磨磨蹭蹭的，再慢老子一刀砍死你！别杀我，我给你们银子，50两白银够不够？我是提刑按察使周怀的二姨娘，50两黄金总行了吧？周怀的妾室，正愁着怎么混进州府，这就送上门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这妇人虽发髻散乱，裙摆沾泥，但头上的赤金枪珠钗，腕上的羊脂玉镯，价值连城，应该没有说谎。哥，这还有一个妞，卖了咱哥俩能再赚一笔。什么东西？他想将我卖了，痴人说梦。我头晕。这包随手制成的迷药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多谢姑娘。只有混进州府，我才有希望拿到周怀诬陷父亲的证据。现在必须想办法让柳姨娘对我放松戒备。谢就不必了。你刚才说救了你就给50两黄金。是，空口无凭，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反悔？贪财好啊，贪财的人最好拿捏。回了府，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乡下丫头。姑娘放心，我是周大人最宠爱的二姨娘，只要你送我回州府，你想要多少钱财都可以。行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真是脏，还有浑身的一股酸味，这是几天没洗澡了？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怎么会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外？我叫阿慈，家乡遭了大旱灾，一路逃难过来的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可怜。多亏了你今天救了我，不然我可就惨了。不用可怜我，给我黄金就行。这是乡下土包子陷进钱眼里了，有命拿也得有命花才行。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这穷酸丫头身上一股尘土的味儿，真是晦气。等回了府，赶紧把她打发走，别脏了州府的地。太好了，终于快到了。是啊，终于快到了。从我大含冤入狱开始，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离仇人这么近。柳姨娘，州府到了。到了，你可以滚了。黄金。贱民也配拿黄金？这一个铜板够你吃顿好饭了，捡起来赶紧滚！一个铜板就想将我打发了？你说过，送你回府就给我50两黄金。我说什么你就信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？一个乡下逃难的贱丫头，能得我一个铜板赏赐，已经你的福气了。二姨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不能就这样走了，必须想办法留在州府。夫人，我已经无处可去，能否在府里当个下人？我手脚很麻利的，什么都能干。痴心妄想！州府是你想进就能进的。把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丫头的手脚打断，扔到乱葬岗喂狗，别让她脏了我们州府的地。是。不能打草惊蛇，不能被周夫人发现。
信我知道。嘘，小声点儿。你别杀我，周大人，周大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说，要是让周大人知道你被贼人劫持，还在外过夜了，他会怎么想？要是让周怀知道我和劫匪单独待了2天2夜，这些都给你，全都是你的，还有我腰间的玉佩、衣襟上的珍珠扣都给你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我真的只有这些了。我不要这些破烂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我真的什么都给你了，这是宫里最好的匠人打造的，比这些加起来都值钱。我把这个也给你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我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首饰。我只问你一件事：当年前提刑官宋拱是怎么死的？他怎么会知道宋拱？他和宋拱是什么关系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什么宋拱？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。别装傻，你是周怀最宠爱的二姨娘，她做的那些脏事你不可能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只是个妾室，他正好从来不和我说政务上的事。是吗？才把你和劫匪在一起待了2天2夜的事传遍整个京城。你明明知道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人向来只会听自己想听的。你觉得周怀会信你什么都没发生吗？我说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。几年前，我偶然听周怀说起过宋拱的事，但真的只知道一点点。说，当年宋拱查城西内庄灭门案，查到了周怀头上，周怀怕事情败露，就伪造了宋拱收受贿赂的证据，还买通了狱卒，让他冤死在了牢中。有什么烦心事吗？脸色这么差。还不是那宋拱，死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是阴魂不散。是有人翻案？放心，我当年伪造了他受贿的证据，买通了狱卒，就算查也查不到我头上。证据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。既然你不知道，那我留着你是不是也没用了？周怀最信任的是大姨娘李静怡，书房里的机密只有她能靠近。还有那个城西的宅子，书房里好像有那处宅子的地契或密信。城西宅子，书房密信。书房，周怀最讨厌我们靠近书房，书房里肯定有证据。可惜，你当初扔那2两银子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我可以帮你对付李静怡，我可以帮你去找证据。对于言而无信的人，就不能有第2次机会。把这个女人送到城郊，对外就说她是你远房亲戚，得了疾病要去乡下养病。我要你看好她，不准她踏入京城一步。你要是敢多嘴，后果自负。姑娘放心，我一定照办。周怀，下一个就轮到你了。哪来的叫花子？滚远点儿！周府也是你这种穷酸能随便靠近的？这是柳姨娘的步摇，姨娘不是回娘家探亲吗？怎么会在你手里？二姨娘昨日回城的路上，马匹突然受惊发狂，连人带车追下了悬崖，我拼死也没能拉住姨娘，尸体被急流冲走了，只捡回了这只步摇。您稍等，小的这就进去通报大人。大人，请你进去。周怀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你说柳姨娘的马车掉下悬崖，她死了？二姨娘昨日回城的路上，马匹突然受惊发狂，连人带车追下了悬崖，我路过拼死也没能拉住姨娘，只捡回了这只步摇。死了好啊，这下整个周府就再也没有人跟我争了。妹妹真是红颜薄命，大人可别太伤心了。哎呀，怎么一股味儿？这人是几天没洗澡了？这个坐在周怀旁边穿着艳丽的，肯定就是了柳姨娘口中最受宠的大姨娘李静怡了。你可知道说谎的代价？小女当真没有说谎。去派人查查柳姨娘是不是真的坠崖了。
老爷，我看这小姑娘年岁尚小，不像是说谎的样子。哼，姐姐，这看人可不能只看表面啊！这个人竟是周怀的夫人。哼，你是说她死了，你去救她，人没救下来，只拿回来一根簪刀？这丫头满嘴胡言，拖下去，打到说出真话为止。是。你想干什么？反了不成？二夫人临终前让我带句话，她在城西买了一套宅子，还说周大人书房里的东西该拿出来晒晒太阳了。城西书房，这丫头难道是为了城西灭门案进了州府？老爷，你怎么了？大人，您没事吧？不管他知道什么，都不能放他离开。本来我还不确定周怀诬陷我爹的证据是不是真的藏在书房，但他的反应已经足以说明书房里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把这丫头留在州府，眼皮子底下才能查清她的底细。都给我退下！柳姨娘既然收你为义妹，周某自然不会亏待，你就安心待在州府吧。老爷，他明明就是个来路不明的骗子，柳妹妹怎么可能认他做义妹？住口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想攀附州府，狐妹子！大人，悬崖下找到了破碎的马车和染血的衣裙，确认柳姨娘已被急流冲走，尸骨无存。知道了。带阿次姑娘去后院西厢房收拾一间干净的屋子，以后她就住在府里。放眼皮子底下才能放长线钓大鱼。是大人。让周怀怀疑我，他才能主动露出马脚。谁在外面？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。又抬出去一个，这已经是这个月第4个了。听说就是给李姨娘梳头的时候扯掉了一根头发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嘘，小声点，被李姨娘听见，我们也活不成了。在她眼里，我们这些下人的命还不如她手里的一根绣线值钱。李静怡仅仅因为一点小事，竟就断送了4条人命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让你们绣个凤凰，翅膀都绣歪了。我养你们这群饭桶有什么用？姨娘饶命，奴婢下次一定做好，求姨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。机会？你做错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给自己留机会？像你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死不足惜。你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伺候人的贱女，死一个丫鬟而已。牙行里有的是等着卖女儿的穷鬼，真是脏死了。再去牙行买2个机灵点的回来，笨手笨脚的，看着就晦气。原来在这些权贵眼里，平民的性命真的一文不值。当年父亲就是因为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，才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你都看见了，李静怡草菅人命，
就没人管吗？在周府，周怀就是天，他纵容李静怡胡作非为，死几个下人，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那天晚上，回廊转角的人是你。你说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我看见你穿着黑色夜行衣。别担心，周怀不知道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想怎么样，我知道你处心积虑进州，目的绝对不是投奔柳玉娘那种。看起来，却怎么现在才说？柳玉娘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她心高气傲，最看不起乡里村姑，怎么可能临死前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做义妹？你既然都知道。周怀低眉顺眼的讨我开怀，如今我爹被贬入狱，他终于露出真面目，稍一不顺心就对我拳打脚踢。我每天都在盼着他死，可我一个弱女子什么都做不了。直到你出现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恨透了周怀。这是周府的布防图，但周怀最看重的书房我没探到。每晚子时明面上是换班的时候最松散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到这个地步？我要亲眼看着他死，只要能让他血债血偿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个吃人不吐骨头，他的把气氛真起劲起来。小心，李静怡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那来历不明的贱丫头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？刚才管家取了2床苏绣锦被和杭城1床，往西厢房去了。这些平日可都是送来您院子里的。凭什么？好不容易死了一个柳玉娘，又来了一个小贱人。老爷从来不会呵斥我，硬是看上这狐妹子了。姨娘，您找我。你去西厢房给那个叫阿慈的丫头一点教训。姨娘想怎么处置她？不能留下任何伤痕，免得老爷看见了起疑心。我要让她疼得死去活来，却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。将这个撒在汤里，只要她喝了，能让她疼上3天3夜，连床都下不来。奴婢明白，做得干净点，别让任何人发现。要是办砸了，你就和昨天那些被抬出去的人一样的下场。姨娘放心，奴婢一定办妥，绝不让姨娘失望。臭丫头，我要让你知道，在这州府里，谁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。江云给的布防图显示，书房每晚子时换班值守，正是动手的好代期。阿慈姑娘，姨娘听说你身子不适，特意让奴婢送碗补汤过来。李静怡恨我入骨，怎么会好心送补汤来？定是没安好心。有劳嬷嬷了。汤色清凉，闻不出异味，但舌尖却微微发麻。这一碗下肚，我必定腹痛难忍。张嬷嬷站那么远干什么？不如陪我一起喝。这是给姑娘的补汤，我怎能？这碗汤入腹，半个时辰内腹痛如绞，浑身抽搐。就算是太医来了，也只当是寻常食物引起的不适而已。你怎么会知道？你儿子城西赌房欠了50两白银的赌债，赌房的人说了，3天之内不结就砍断他的双手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经过江云提醒，小心，李静怡已经开始怀疑你了。还好早有准备，去查了查李静怡身边的人。3天，再还不上，砍你一只手！我娘是周府大姨娘身边的管事嬷嬷，还这点钱还不容易？敢打我，你找死！大姨娘身边的管事嬷嬷，张嬷嬷，我知道的事情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李静怡她要是知道你办砸了这件事，你还有命活吗？到时候你儿子的手可就保不住了。
只要你肯做我在李静怡身边的眼线，把她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，你儿子的赌债我来帮你还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不仅如此，我还会给你一笔银子，让你们母子离开京城，找个地方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你只有这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李姨娘那边有任何动静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忠心办事，也绝不会亏待你。记得想想自己的儿子，要是背叛我，就和你儿子去地下团去吧。看着年岁小，却心肠如此歹毒，这周府看来是真要变天了。那奴婢先回去了，免得李姨娘起疑心。周府欠我的，我会一笔一笔全部讨回来。张嬷嬷怎么还没回来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真是一群废物！只要喝了那个药，那个贱丫头肯定已经疼得瘫在床上起不来了。回姨娘，奴婢已经办妥了。真的？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是，奴婢不敢有丝毫怠慢，亲眼见她将汤一滴不剩都喝了。那丫头疼得直打滚，现在已经瘫在床上，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好，做得好，真是太解气了！我看她还怎么在老爷面前装可怜，怎么跟我争宠？姨娘英明，那丫头不知天高地厚，敢跟姨娘作对，活该有这个下场。张嬷嬷，你这次立了大功，多谢姨娘赏赐，能为姨娘办事是奴婢的福气。行了，你下去歇着吧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子时3刻换班，半炷香的空窗期，足够我摸清书房的布局。曹司转运使来了周府，这时候忙着接待，短时间想必不会回书房。周怀这么谨慎，重要的东西肯定不会放在明面上。这幅画挂得比另外2幅低2寸，画框边缘有明显的磨损痕迹，显然经常被人触摸。难道这真是装饰画？不是暗格，再试试按一下左上角。糟了，有人来了！周兄，你到底搞什么鬼？半夜3更把我叫到这里，就不怕被人看见？当年城乡林家还有活口，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绝不能被周怀发现我在这儿。当年我们灭了程小林家满门，所有知道这件事的都死了，怎么会还会有活口？程小林家是周怀和王景阳灭门的。我让人查到，最近有人在暗中追查当年的事，除了被我们灭门的林家，就只剩和宋拱有关的人了。当年跟这件事有关的都被咱杀了，那宋拱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活着？最近我府里来了一个小姑娘，我怀疑就是宋拱的女儿。什么？确定吗？我留她在府里试探试探，如果她真是宋拱的女儿，一定不会待在周府无动于衷。等她露出马脚，我们赶尽杀绝。周兄手段高啊！周兄手里的东西可千万要收好，要是落到巡盐御史手里，别说你我，就连宰相大人都保不住我们。宰相大人，朝中姓张内位高贵重的还能有谁？只有当朝现任宰相张之进了。张大人已经传信来了。张大人那边怎么说？让我们把我这里的证据都销毁，其他的他会摆平。怪不得周怀这么为所欲为，原来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是当朝宰相。那就好，有张大人在，我们肯定没事。当年宋拱也真是倒霉，好好的提刑官不当，非要去查程杀林家的灭门案。但我不准备销毁。你想干什么？张大人让你销毁，必是有他的道理。难道你想一直做他的狗吗？这证据在我们手中一日，就是多一日张志清的把柄。说的有理，那你一定要将证据收好，可别让我们俩的命可都交代在这儿了。王兄放心，我这书房戒备森严，每晚都有2队家丁轮流值守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。放心，不会有人发现。我爹肯定是查到了城西灭门案是周怀主使，所以才被周怀、王景元等人诬下入狱，含冤而死。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阴谋。必须打破周怀的猜疑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是宋拱的女儿，我才能更快找到诬陷我爹的证据。居然还有密码，周怀比我想的还要谨慎，看来还需从长计议。
大人，阿慈姑娘带到了。让她进来。周华这是在试探我。民女阿慈，见过周大人。抬起头来。说说你是怎么和柳姨娘认识的吧？是，前年发大水，家里的田地都被淹了，爹娘也病死了，我只能一路讨饭过来。柳姨娘心善，看我可怜，就一直接应我。那你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？没有了，叔父叔本来收留了我，可上个月家里失了火，他们也都烧死了，也就剩我一个人了。哦，这么巧。民女不敢欺骗大人，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。起来吧，我也不是要为难你，只是最近府里不太平，多问几句罢了。说起来，当年也有一个姓宋的官员叫宋拱，本来官做得好好的，偏偏贪得无厌，收受贿赂，还勾结盗匪，畏罪自尽在懒门里。这狗贼，倒打一耙的本事倒是炉火纯青。还有这样的人啊，那也太坏了！当官的不为老百姓做主，反而贪钱害人，真是该死！贪官都该死！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这丫头听到宋拱的名字，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要么是真的不知道，要么就是城府太深。你说的对，贪官都该死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回去吧。是，民女告退。狗贼，早晚要你血债血偿。周怀生性多疑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想要彻底打消他的疑虑，还需要一个更有力的证据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李姨娘突然晕倒在院子里，现在人事不省。什么？机会来了！李姨娘是周怀最宠爱的妾室，能自由出入他的书房和内院。若是能得到他的信任，找到证据就容易多了。阿慈姑娘，李姨娘怎么了？太医刚来看过，开了方子，可姨娘喝了药就吐，根本不管用，现在也没找出来病因。周怀现在在里面，在呢，正守着姨娘发脾气，刚才已经打了2个伺候不周的丫鬟了。你回去吧，就当没见过我。你不是太医院最好的太医吗？他这是怎么了？李姨娘这情况实属罕见，下官一时也诊断不出。我告诉你，要是静怡有个3长2短，我让你全家给她陪葬！周大人饶命，下官实在是无能为力啊！静怡，你撑住，我再去找更好的太医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大人且慢，民女小时候跟着乡下的郎庄学过医术，见过这种症状，或许能救李姨娘一命。胡闹！我都治不好的病，一个乡下丫头能有什么办法？别在这里耽误时间。你真的能救她？民女不敢保证，但愿意一试。若是救不活姨娘，民女愿意以死谢罪。好，我就让你试试。要是救不活静怡，我让你死无全身。是。春星，快去拿一碗食皂水来，再找一块干净的布。哎，好。这小娃娃难道真会医术？他这是怎么了？周大人稍安勿躁，这污浊能吐出来是好转的迹象。等上2刻钟，姨娘就可以醒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简直是奇迹呀！静怡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老爷，我好多了，胸口不闷了。好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民女不要什么赏赐，民女孤身一人，在府里无依无靠，只求能留在李姨娘身边伺候，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够了。我之前恨宋念慈入骨，可刚才竟是宋念慈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老爷，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以后阿慈就留在你身边伺候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姨娘，民女一定尽心尽力，绝不敢有半点怠慢。待在我的院子总比靠近周怀好。要真是个安分的，我也不是不能将来给他找个人家嫁。好了，你好好歇着，我还有公务要处理，晚些再来看你。太医，你留下再给静怡看看。是，大人。没想到最后救我的人竟然是你。姨娘言重了，
能救姨娘是民女的福气，以后民女一定会好好伺候姨娘。姨娘已经无碍，休息2日即可。必须得让李静怡把我当成心腹，才能套出周怀书房暗格的密码。昨天让你绣的帕子呢？回姨娘绣好了，就是奴婢手笨，绣的不好，姨娘别嫌弃。果然是乡下丫头，手笨的很。算了，凑合用吧。还有土气的乡下。市面也证实，这金镯子的成色和柳依君戴的那只一模一样。周怀倒是舍得在这些女人上花钱。对了，一会儿你去库房领一匹红色的绸缎，我要做件新衣裳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我也真是太敏感了，这丫头傻愣的样子，我一开始竟还当是个对手。大人，让你查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回大人，属下已经监视阿斯姑娘7天了，她一直本本分分地伺候李姨娘，没有任何异常举动。具体说说，她每天卯时准时起床，伺候李姨娘梳洗用早膳，然后打扫院子，将洗衣物，只和厨房、洗衣房的几个下等人来往，从不靠近前院，也从不打听任何与政务、书房相关的事。还有呢，她特别贪财，每次领月钱都要数3遍才肯收起来，攒的银子都缝在衣襟里，睡觉都不离身。看来真是我多心了。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，眼里只有银子，成不了什么气。那大人还要继续监视吗？不用了，让她安心伺候静怡吧。是，大人。宋巩的女儿不可能这么平庸，看来是我疑神疑鬼了。这日子真是无聊透了。老爷天天不是去衙门，就是待在书房里，连个人陪我说说话都没有。老爷是做大事的人，自然忙。姨娘要是闷得慌，不如我陪您去花园里走走。花园里有什么好看的？看来看去都是那些花，早就看腻了。说起来，老爷那个书房真是个宝贝疙瘩，谁都不让进。我跟了他这么多年，进去的次数1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书房里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连姨娘都不让进。谁知道呢？无非就是些破书烂纸呗。可他宝贝的跟什么似的？上次我只是想进去给他送杯茶，都被他骂了一顿。我看他根本不是在里面办公，指不定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姨娘别生气，老爷也是为了公务嘛。再说了，书房里那么多公文，万一被我们碰乱了，耽误了老爷的事儿可就不好了。就你会替他说话？我看你啊，现在心里只有老爷。姨娘冤枉，奴婢心里只有姨娘一个人。谁稀罕跟你抢？只有你自己将周怀当狗。起来吧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还不知道你胆子小的跟老鼠一样，借你个胆子你也不敢勾引老爷。当然，再借我一个胆子都不敢。看来从李静怡这里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，得另想办法。周怀已经撤掉了对你的监视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进书房，打开那个暗格。不行，周怀虽然撤了监视，但书房的戒备一点都没松，而且那个暗格有密码，你根本打不开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就是想问问你，知不知道周怀平时常用什么数字做密码？他这个人疑心很重，从来不用自己的生辰做密码。不过什么？他对他死去的儿子念念不忘。他儿子夭折的时候，正好是7岁零9个月。
周怀有孩子，是我和周怀婚后的第一个孩子，但7岁时一次意外掉进湖里夭折了。7岁零9个月。每年的9月初9，他都会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一整天，谁都不见。谢谢你，不用谢我，我只是想让他早点死。7、9，还差最后一个数字。9月初9，重阳节，难道是9？阿紫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刚才老爷派人来传话，说今晚要在姨娘这儿过夜，让厨房准备些宵夜送过去。机会来了，正好看能不能识评出密码最后一个数。知道了，我这就去厨房看看。你小心点，老爷今晚心情好像不太好，刚才还骂了管家一顿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王厨子，老爷的宵夜准备好了吗？正在炖燕窝呢，再等1刻钟就好。我来帮你吧，正好我没事做。今夜我一定要把暗格密码套出来。老爷，您尝尝这个糖醋排骨，是我特意让厨房照着您的口味做的。还是你最懂我。那是自然，整个州府也就我最心疼老爷了。你药的剂量够了，再过1刻钟就会发作。怎么回事？头怎么这么晕？老爷，您是不是喝多了？不可能，我才喝了几杯。我怎么也头晕？老爷饶命！奴婢不知道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。老爷，您怎么了？您别吓奴婢啊！是你下的药。老爷，您误会了，奴婢怎么敢给您下药呢？一定是您太累了，才会头晕的。春星，你先下去，这里有我伺候老爷就行了。是，奴婢这就退下。水，给我水。老爷，喝水。老爷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您一直心不在焉的。心事多着。机会来了！我前几日还听见百姓说个大贪官，好像叫宋拱。老爷认识这个人吗？宋拱早死了，他死了也不让我安生。啊，老爷这话什么意思？不让我安生也没关系，我把证据都藏在书房的暗格里，谁都找不到。暗格？那暗格有密码吗？万一被别人打开了怎么办？不可能有人能打开，除非我儿子念安活过来。念安和江云说的果然一样，密码和他早夭的儿子有关。暗格密码是7、9，还有什么？你怎么能忘记呢？念安是7岁9个月的时候早夭的，那天是重阳节，9月9日啊。暗格密码果然是79999。那暗格里除了账本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比如当年宋拱受贿的证据。证据都是我伪造的。宋聪那个老东西根本就没受贿，他查到了我和王景元，查到了城西灭门案，我只能杀了他。老爷您真厉害，那巡盐御史要是来了，也查不到您头上吧？巡盐御史，谁都不能把我怎么样。爹，您听到了吗？这个狗贼终于亲口承认了您的冤屈，女儿很快就能为您洗清了。老爷，王大人来了，说有急事找您。周华就这样死了，也太便宜他了。管家，老爷喝醉了，我去打盆热水。哎，我只喝了2杯酒，怎么会醉得这么沉？老爷，刚才王大人来了，
见您醉酒睡着了又走了。王景元，难道张大人又有了新的吩咐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心里发慌。不用伺候，我去书房。他果然起了疑心，要去检查暗格，正好跟上去看看。今日同晕太过蹊跷，难道真有人在酒里动了手脚？若是暗格里的东西被人动了，一切就都完了。画框位置没有变动。东西都在，看来真是我多心了，不过是喝多了胡思乱想。明日还是让管家加派守卫，书房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伪造的我爹受贿的字据，狱卒的供词，还有和王景元同谋当年城西灭门案的来往书信。阿紫姑娘，你找我？这里面的东西，以最快的速度把东西送到巡盐御史手里，一刻也不能耽误。这里面是不该问的就别问，你不信，现在就得死。你送出去，我保你和你的儿子平安无事。好，我送，我这就去。记住，走后门，不要走正门。路上要是有人问你，就说你儿子病了，去抓药。是，奴婢知道了。证据已经在去巡盐御史的路上。周怀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当年要不是你爹那个老东西不识抬举得罪了张大人，我现在早就当上布政使了。江家倒台倒得快，害得我在朝堂上连个靠山都没有。我娶你有什么用？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整天摆着一张死人脸给谁看？真是活该！当年他风光的时候，可没少给我脸色看。姨娘就不怕有一天自己会变成下一个江云？我怎么可能和他一样？老爷最宠爱的人是我，我又年轻貌美，还能给老爷生儿育女。他一个人老珠黄娘家倒台的弃妇，怎么能和我比？当年江尚书还在的时候，周怀不也是对他百依百顺吗？你胡说什么？禽兽不如，这是想要江云的命啊！你干什么？放肆！大人，大夫人毕竟是您的正妻，传出去对您的名声不好。我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下人来管了？老爷，您别和个下人一般见识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这个死丫头真是多管闲事，老爷生气，到时候整个州府都没好日子过。大人，滚！再敢多嘴，我连你一起打！你再敢打他一下，我就把你和王景元王大人10年前在城西做的事公之于众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大人若是再敢动大夫人一根手指头，我就把10年前程霄林家灭门案的真相，还有您和王景元大人伪造证据诬陷宋拱提刑官的事，全都告诉巡盐御史。你到底是谁？老爷，他果然是个奸细，快杀了他！要杀他，先杀我！好得很，连你也敢背叛我！住手！我为什么会有胆子站在这里和您说话？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放过大夫人，以后不准再打骂她。第二，给我准备1辆马车和500两银子，我要立刻离开。你以为你拿着这些东西就能威胁我？只要我现在杀了你，毁了证据，谁也不知道真相。我早就料到大人会这么做，这些证据我已经抄了一份，交给了一个信得过的人。如果我明天午时还没有平安出城，
他就会把所有证据交给巡盐御史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大人没有选择，鱼死网破，您和王景阳大人，还有背后的张大人，全都会身败名裂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半个时辰后，我要在后门看到马车和银子。老爷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闭嘴！他是你身边的人，什么时候和江云勾搭上的？宋念慈、江云，别让我逮到你们！管教！大人，去备一辆脚程最快的马车，再取500两银两送至后门，另外去邀约王大人前来，告知有要事上。是，遵命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大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你早就清楚，我来州府本就目的不纯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上报巡盐御史，将周怀和王景元干的勾当昭告天下。我等你回来。阿四姑娘，马车和银子都准备好了。有劳管家了。姑娘放心，车里绝对没有其他人。最好是这样。走吧。这。姑娘，一路走好。周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么急着叫我来？出事了，我们之前诬陷宋公的证据和来往的书信都被人拿走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说你的书房没有人能进来吗？谁拿走的？我怀疑宋拱的女儿就一直在我府上，我们早就被人盯上了。要是这些证据落到巡盐御史手里，我们就全完了。必须抓住他，不能留。慌什么？我已经答应放他走了。放他走？周兄，你疯了！我当然不会真的放他走。我已经在城外十里铺安排了杀手，经过那里就把他杀了，把证据抢回来。还是周兄高明。不过为了以防万一，你立刻派人去各个码头和城门搜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周怀生性多疑，绝不会轻易放我离开。你全尸！想要证据，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宋念慈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小丫头，识相的就把证据交出来，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周怀，我还以为你要等到明天才敢来，没想到你这么蠢，竟然真的亲自送上门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真的要带着证据去找巡盐御史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我，你和王景元伪造证据诬陷我爹，勾结盗匪，灭了程小林家满门的所有证据，我早已经派人送出去，只要我有个不测，马上就会交给巡盐御史。你果然是宋狗的女儿！不可能！你一直在州府，怎么可能把证据送出去？孤身入州府，你们真当我一点准备没有吗？还好拿到证据我就马上找人送出去，留在手里才是烫手山的。算算时辰，巡盐御史想必已经收到证据。我故意偷走暗格里的证据，就是为了让你狗急跳墙，亲自追逐。这样一来，你就再也没有狡辩的余地。你胡说！周怀、王景元，本官奉皇上之命，特来捉拿你们2人归案。不可能！
完了，全完了！宋念慈，我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垫背！拿下！周怀，你欠我爹的，欠。你来了。路上吃的，有你爱吃的桂花糕。谢谢你。船还有半个时辰就开了，一路保重。阿慈，跟我一起走吧。我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周怀已经死了，王景元也已经被抓了，你的仇已经报了。哪来的乞丐？张志进是当朝宰相，权倾朝野，3省6部都是他的门生故事。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我见过义庄里被活活打死却无人收尸的人，见过叔父叔母为了银子卖掉至亲，见过州府里被随意打死的丫鬟。我见过权贵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见过老农被马蹄踩烂了赖以生存的菜干，却只能跪在地上跑。老人家，拿去面吃的。他们身居高位，锦衣玉食，却从来不知道百姓的疾苦。他们视人命如草芥，肆意践踏，却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。我想成为那个说不的人。这个世道就是这样，不公平的事情太多了。他们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他们识君之路就可以鱼肉百姓吗？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。我爹当年就是因为不肯同流合污，才被他们诬陷致死。如果我现在退缩了，我对不起我爹，更对不起所有被他们害死的人。开船了！要上船的快点儿！我该走了。阿慈，一定要活着。多年都无人敢敲响了。听闻击鼓鸣冤，先要受责罚，甚至还要受严酷惩戒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擅闯登坟古院，惊扰圣驾！你可知告御状要付出何等代价？民女知道，民女甘受杀威棒，只求面见圣上。当朝宰相张志进以权压人，包庇下属周怀、王景元灭城小林家满门，伪造证据诬陷前提刑官宋拱受贿，致使其冤死狱中。他欺君罔上，鱼肉百姓，罪不容诛。什么？张志进竟然是这样的人？张志进身为宰相，不为百姓做主，反而纵容手下为非作歹，真是罪不容诛。罪不容诛！罪不容诛！罪不容诛！住口！你们这群刁民！竟敢在这里妖言惑众，诽谤朝廷命官！好，今天我就随了你的心愿。来人，在，把这个刁民给我拿下，重打20杀威棒，我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。
住手！别打了，她只是个姑娘家，怎么受得了这样的打？官官相护，你们就会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！官官相护！住手！民女求见圣上。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这是哪里？你是谁？这里是公主府，我是公主身边的侍女采莲，是我们家公主把你从登文古院救回来的。姑娘，你别动，太医说你背上的伤太重，至少要卧床休养半个月，醒了就好。穿着华丽，满身贵气，这肯定是朝阳公主，她也是皇家人。救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救我？前日我外出办事，恰巧撞见你遭人刁难，于心不忍，便出手将你带了回来。先把汤药喝了吧，这是太医院调配的疗伤汤药。想要什么回报？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只是见人无端受委屈，心中实在难以置之不理。民间传闻朝阳公主早年一直在皇家别院等到18岁才回京，难道真的和这京城那些吃人的权贵不同？我听说你敲登文炮是要告当朝宰相张志进。是，张志进是当朝宰相，权倾朝野，你一个普通民女告他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就不怕死吗？怕，但我更怕公道被埋没，更怕那些被张志进害死的人永远沉冤不得雪。10年前，城下林家掌握了张志进贪墨盐税的证据，张志进便指使周怀和王景阳灭了林家满门17口。我父亲宋拱当年是提刑官，他查到了城西灭门案的真相，正要上报朝廷，却被张志进指使周怀伪造了受贿的证据打入大牢，在牢里害死了我父亲，对外宣称他是畏罪自尽。这些事都是真的，句句属实。我潜入州府多日，已经找到了证据。不仅如此，3年前黄河决堤，朝廷拨下300万两赈灾银抢，张志进克扣了200万两，导致数万百姓饿死淹死。他纵容手下强占民田，强抢民女，他的门生故意遍布朝野，欺压草菅人命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平民民众的连蝼蚁都不如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我管定了。公主，我求求你，帮我面见圣上。张志进仗着自己是3朝元老，在朝中结党营私，专权跋扈。父皇早就对他有所不满，只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。你这些证据足以让张志进万劫不复。明日一早，我就带你进宫面圣，亲自将这些证据呈给父皇。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。快起来！你不必谢我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见过公主，不知公主今日来找皇上，所谓何事啊？本宫的事就不劳张相爷费心。公主说的是，不过老臣还是要劝公主一句：深宫之中是非多，有些不该听的话、不该信的人，还是离远点好，免得惹祸上身。这个老贼，果然已经知道。公主殿下，您看，李公公。烦请你再通报一声，我真的有10万火急的要事。这，好吧，老臣这就进去通报。张志进包庇下属周怀、王景元，灭了程小林家满门17口，还伪造证据诬陷前体刑官宋拱受贿，致使其冤死狱中。他结党营私，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，罪不你先退下。陛下有旨，宣民女宋念慈进殿。
民女宋念慈觐见陛下。你就是那个敢敲登闻鼓、告当朝宰相的女子？是，民女所告句句属实，并无半句虚言。你可知，诬告宰相是诛九族的大罪？这是周怀与王景元勾结，伪造家父宋拱受贿的字据。这是二人合谋程晓林家灭门案的往来密信，所有证据皆在此处，请陛下预览。你说的，朕都知道了。陛下既然知晓，为何不将张之进绳之以法，为家父，为林家17口，为数万赈灾冤民昭雪？宋念慈，你只知张之进罪大恶极，却不知他在朝中经营30年，势力早已盘沟错脚。一旦仓促出手，轻则朝局动荡，重激起天下不稳。陛下以天下为重，民女明白了。这些罪证确凿无误，这些冤屈朕记下。张之进及其党羽迟早会付出代价。谢陛下圣明，民女告退。父皇他怎么说？公主，多谢你不顾安危救我，带我入宫，为我鸣冤，此番大恩，民女没齿难忘。我答应过你要为你伸冤，可我没做好。公主已经帮了我太多，陛下并非不察，只是身不由己。张之进根基太深，急不得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留在京中，我还能护你。这京城的高墙深院，藏了太多冤屈，也困了太多人心。我已经决定离开这里。你要走？去没有权贵倾轧、没有阴谋诡计的地方，用我一身仵作手艺，为寻常百姓验尸断案，护住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无处伸冤的人。此一别，山高路远，你一定要保重自己。公主，就此别过。爹，女儿没能立刻为您手刃元凶，但女儿懂了，公道不在一朝一夕，正义不在一人一怒。我的柱儿啊，怎么就这么走了？老天爷，你瞎了眼啊！太可惜了，昨天还见他挑着2桶水去浇地，今儿早就没气了。发现的时候脸青得像铁。王仵作来看过了，说是心口疼疾病走的。胸口疼疾病走的，还挑了2桶水，怎会是青着脸？哪里来的外乡丫头？死者为大，岂容你随意靠近？晚辈略通验尸之术，看这位大哥面色有异，不像疾病生。若大娘信我愿帮他查明真相。验尸之术，你一个黄毛丫头，见过了30具尸体。我在这10里8乡比你吃过的饭都多。我说他是疾病，那就是疾病。疾病攻心而亡，血脉应当紊乱，但指尖不会呈暗紫色，且他牙关紧咬，脖颈僵硬异常，这是毒物入体的迹象。人死后血脉凝滞，指尖发紫，再正常不过。你再敢妖言晃众，我就叫人把你赶出去！这小姑娘难道真会本事吗？从没见过谁死后像我儿这样脸色。等等！姑娘，你真能查出我儿子是怎么死的？我愿意试一试。李大娘，你怎么能信一个外乡丫头？李大娘，要是真验不出什么，你儿子岂不是白受这份罪？是啊，大娘，人死为大，还是让柱儿安心入土吧。这姑娘来路不明，万一她是故意折腾人呢？可是，我总觉得她死得不明不白。大娘，我只检查死者的口鼻和衣物，若查不出任何异常，我立刻就走，绝不多言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查出什么花样来。牙龈发黑，舌根乌青，这是毒物从口入的体征。疾病绝不会有这样的可见。说不定是他死前吃了什么黑色的东西，这也能算证据？这里有药字，死者死前应该喝过药。大娘，他最近生病喝过药吗？没有啊，他身体一直很好，从来没喝过药。前天他说有点头疼，我给了他1包治头疼的草药。姑娘，这草药有什么不对吗？草药可否拿出来让我看看？姑娘，就是这个，我从村头药铺抓的，一共3包，
他只喝了1包。这不是治头疼的草药，这是断肠草，有剧毒。有人下毒。还下的毒手。灾荒之年，粮食比黄金还贵，3食粮食足够让人铤而走险了。张二哥，你的右手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昨天割草不小心刮伤了。你们拦着我干什么？前天下午，你是不是去过李大娘家？你说想借半斗粮食，被李大娘拒绝了。我是去过，但我只是借粮食，我其他什么也没干。死者的指甲划破了你的皮肤，还勾破了你的袖口，你敢不敢验一验？我不是故意的杀他的，我家里已经3天没接锅了，我只是想他拿点粮食活命而已，是他不肯给我，是他逼我的。你这个畜生！我儿子好心帮过你多少次，你竟然杀了他！这世道人活着竟然这么……阿紫，湘云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船不是3天前就该南下了吗？船行到清河镇渡口时，撞上了水下的暗礁，船底破了个大洞，得修个7、8天才能走。我在镇上听货郎说，青牛村出了人命案，有个外乡姑娘凭着验尸的本事破了案，我猜一定是你。姑娘，大恩不言谢。若不是你，这凶手还一直逍遥法外。大娘不必客气，这都是我该做的。姑娘，这是我家传的一套针，比你用的那套更锋利些。这些东西放在我手里没用，给你才能发挥用处。多谢前辈。这是清河镇最好的点心铺做的。你不问我为什么来这儿？江南对我来说，早就没有亲人了。现在，我就是你的亲人，我们一起走。年不遇的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全村人就指着朝廷的赈灾粮活命，可盼了半个月，就盼来3斗发霉的谷子。村长觉得不对劲，昨天一早就去镇上找县令理论，说要看看赈灾粮的账目，结果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怕是凶多吉少。
没想到这偏远山村竟也藏着这样的龌龊事。我们去看看吧。大娘，我们去晒谷场看看。300担赈灾粮啊！朝廷明明拨了300担，到我们手里就剩这么点发霉的破烂，只想把我们全村人都饿死。我家已经断粮3天了，孩子饿得直哭，连奶水都没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用等旱灾，我们先饿死了。肯定是那个狗县令私吞了。上次收税就多收了我们3成，这次赈灾粮他怎么可能放过？让开，都让开！你现在去县衙只会白白送命，村长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县衙门口全是衙役，你们去了不仅救不了任何人，还会给县令借口说我们青牛村聚众闹事。别去，县衙门口全是刀斧手，他们说再敢闹事就放火烧了村子。300劳粮食全被县令和城里的粮商勾结卖了，他们上面有人撑腰，就算告到京城。上面有人撑腰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定然是张志敬的党羽。他们在京城结党营私，在地方鱼肉百姓，连这偏远村的救命粮都不肯放过。我跟你一起去镇上。大家先回去吧，把村长抬回家好好照顾。粮食的事我来想办法，我会去镇上查清楚赈灾粮的去向，把属于你们的粮食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姑娘，你一个外乡令啊，他心狠手辣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不会让你们白白饿死，更不会让那些贪官污吏逍遥法外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姑娘，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，那狗县官心狠手辣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气。就是我们跟你们一起去县衙，跟他们拼了。大家冷静点，硬闯县衙只会白白送命，还会连累整个村子。李正被打就是前车之鉴，而且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，就算闹到州府，也只会被他们反咬一口，说我们聚众闹事。我和江云先去镇上查清楚赈灾粮的去向，拿到他们私吞粮食的证据。姑娘，这太危险了。他们今天能吞了300担赈灾粮，明天就能吞了更多百姓的救命钱。果然有问题，大旱之年，粮行明明有粮，却挂着无粮的牌子，偷偷高价卖给黑市。你看那边又有一辆马车来了。这些发霉的谷子还要掺多少啊？再掺下去，吃死人怎么怕什么？反正都是给那些穷鬼吃的，吃死了也没人管。老板说了，多掺1斤发霉的，我们就能多赚1斤的钱。这些畜生，连百姓的救命粮都要克扣，还要用发霉的谷子害人性命。别冲动，我们先潜入粮行，找到他们私吞赈灾粮的证据。快点干！天黑之前必须把这50袋掺好，明天一早就要送到各个村子。都给我麻利点，要是耽误了明天发粮，县令大人怪罪下来，你们谁也担待不起。是老板。县令大人那边都打点好了吗？都打点好了。县令大人说了，这次的赈灾粮我们分7成，他分3成。州府那边的张大人也已经派人送去了5000两银子。那就好，有张大人在上面撑腰，就算有人告到京城也没用。果然是张志进的党羽，从京城到地方，他们早就形成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。手上速度都快点，记完账把账本拿给我。
账本，账本在那。没事了，告诉他没事，让他继续干活。没事，我脖子有点酸，活动活动。你们继续干，别偷懒。人呢？我不是说把账本送过来吗？这都多久了？你们是什么人？竟敢闯我的粮行偷东西！你们怎么看的？有人偷钱进来都不知道。把账本放下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们不死。王福，你私吞赈灾粮，用美蛊毒害百姓，还勾结贪官污吏中饱私囊，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可笑！把他们给我拿下，死活不论，只要把账本抢回来，重重有赏。我背后可是县令，你敢杀我，你就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吗？你背后的人，这笔账，我迟早会跟他们算清楚。我们快走，等县令派。账本完好无损，上面的每一笔交易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他们私吞赈灾粮的铁证。张之进在京城结党营私，他的党羽在地方为非作歹，鱼肉百姓。从周怀到这个县令，再到王府，他们就像一群蛀虫，啃食着这个国家的根基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拿着账本去县衙告他们吗？不行，县令和王福是一伙的，我们去县衙无异于自投罗网。而且州府的张同真也是张之进的人，本地的官府根本靠不住。那我们去哪里？去江南找巡盐御史，他之前能秉公执法，扳倒周怀和王景元，就一定能惩治这些贪官污吏。而且他手里有兵权，不怕张志新的党羽从中作梗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们先回青牛村一趟，告诉村民们我们拿到了证据，让他们安心等待。然后我们立刻动身去江南。300粮赈灾粮，背后是青牛村全村人的性命。这一次，我不仅要拿回属于他们的粮食，还要让这些吃人的贪官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村长啊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呀？姑娘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村长他昨天晚上没了。村长终究还是没有扛过去。还有村西头的二丫，才5岁也没挺过去。现在还有好几个人上吐下泻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姑娘，此去一趟可查出了什么？粮商和县令勾结私吞赈灾粮，用美蛊毒害百姓。这个狗县令，还有那个王福，简直不是人！我们去找他们拼命！好了，官兵来了，好多官兵！青牛村村民听着，盗贼将云送念慈盗窃福兴粮行财物，煽动村民闹事，罪大恶极，立刻交出2人，否则踏平青牛村。姑娘是好人，是来救我们的，你们不能抓他们。对，不能抓他们，要抓就抓我们！哼，一群刁民竟敢抗命！我跟你们走，
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不准伤害村里的任何人。只要你们乖乖跟我走，我可以饶他们不死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江云，你听我说，等会儿我制造混乱，你趁机逃跑，这是他们私吞赈灾粮、毒害百姓的铁证。现在只有你能把这个账本交给巡盐御史。你怎么办？他们一定会严刑逼供，会杀了你的。我会拖延时间，等你带着巡盐御史回来救我。后山密道直通10里外官道，往南走3天，到江南巡盐御史驻地。账本必须亲手交给他，任何人都不能信。我不走，要走一起走。这是唯一的机会。青牛村活着的人，还有那些被毒蛊害死的冤魂，都等着我们讨公道。你敢拒捕？追！给我追！把那个女人抓回来，碎尸万段！若言别追，那姑娘是好人啊！既然她跑了，那就拿你抵罪，绑起来带回县衙。江云，一定要平安，我等你回来。宋念池，我最后问一遍，账本在哪儿？江云跑哪儿去了？你以为不说话就没办法？江云跑不了，整个清河镇都是我的人，他就算钻到地底下，我也能把他挖出来。你也就只会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，私吞赈灾粮，用毒蛊害死无辜，你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吗？鬼敲门，在这清河镇，我就是鬼，我就是天。大人，再打就真没命了，没法向上面交代。说出来，我饶你一命。做梦！好，很好。既然你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把他绑起来。是，大人。最后问你一次，账本在哪儿？江云跑哪儿去了？不说，我今天就活活抽死你！你杀了我容易，可你想过没？你死了之后，张志进会不会给你收尸？你胡说什么？什么张志进？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我提醒你一句，上月15，你派心腹给京城送去5000两白银，孝敬当朝宰相张志进。这笔钱是从300担赈灾粮里抠出来的，没错吧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，这次私吞赈灾粮你分3成，粮商王福分7成，可你们俩加起来都不如张同之拿得多。就因为张同之是张志进的亲戚，便分得比你们多，你甘心吗？这些事只有我和张同志、王福3个人知道，她一个外乡丫头怎么可能查得这么清楚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这件事闹大了，巡盐御史查下来，张志进会怎么做？你会像提刑按察使周怀一样，被推出去当替死鬼？他会保我，我是他的人，他不会不管我的。保你？周怀和王景元也是他的人，结果呢？你和周怀比起来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他养在地方的一条狗罢了。巡盐御史要是追查下来，张志进只会杀了你灭口。不可能，不会的，张大人答应过我的，他说会保我平安的。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要是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杀了他。万一江云真的把账本交给了巡盐御史，我就死定了。不杀他，留着他也是个祸害。
万一他把这些事儿都捅出去，我照样活不成。你现在杀了我，不出3天，巡盐御史就会带着官兵来清河镇，到时候你不仅自己要死，你的妻儿老小也全都得给你陪葬。我给你一个机会，现在放了我，再把你知道的关于张志进和张同之的所有事都告诉我，我可以向巡盐御史求情，留你一条全尸。你敢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在救你，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是跟着张志进一起死，还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？把他放下来，大人，我说把他放下来，先关回死牢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任何人靠近。只要再撑3天，江云一定能带着巡盐御史回来。大人，给张同志的信已经写好了，要不要现在就派人送去？送什么送？现在送过去就是自投罗网。大人，这可万万不可啊！张同志是咱们唯一的靠山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告诉他，咱们就真的完了。你懂什么？宋念慈那个丫头说的没错，张志进根本就靠不住。周怀出事的时候，他连一句求情的话都没说。现在咱们捅了这么大的篓子，他只会第一个杀了咱们灭口。可咱们不找张同志，难道真的要听那个丫头的话，跟他合作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脑子乱得很。杀了他，万一江云真的把账本交给了巡盐御史，咱们死定了。不杀他，留着他也是个祸害。大人，依我看，不如先派人去追杀江云。只要江云死了，账本没了，宋念祖就是个废人，到时候咱们想怎么处置他都行。再加派人手，把清河镇所有的路口都封死。就算挖地3尺，也要把江云找出来，连夜封锁所有出城的路口，凡是可疑的女子，一律抓起来审问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张大人，您可千万不能不管我呀！阿紫，你一定要撑住。我很快就会带着救兵回去的。站住！再跑就杀了你！把账本交出来！啊！你这个贱人！姑娘，我们是巡盐御史的手下，这里是边塞地界，不能久留。你还是快快回家去吧。我要见巡盐御史，阿紫，我不会让你白等的。大人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张同志那边回信了？张同志说张志进已经知道赈灾粮的事儿了，让咱们立刻杀了宋念齐，毁了所有证据，不然就拿咱们的人头去顶罪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他们根本就没把咱们当人看，咱们就是他们养的狗，没用了就一脚踢开。大人，事到如今，咱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只能杀了宋念村，然后把所有的罪名都推到王福身上。王福已经被我们杀了，死无对证，说不定张同志还能保咱们一命。保咱们一命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宋念慈手里有账本，江云又跑了，就算杀了宋念慈，巡盐御史迟早也会查到咱们头上。那咱们怎么办？总不能坐着等死吧？事到如今，只能赌一把了。我去大牢亲自送宋念慈上路，只要他死了，江云就算拿着账本回来，也没有了人证。到时候咱们再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死人身上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大人英明，有了这毒药，保证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
要在酒里下毒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在酒里下毒？我做仵作多年，一点毒药还是很容易闻出来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今天你必须死！你杀了我，张同志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张同志真的会保你吗？他让你杀我，不过是想让你背黑锅罢了。等你杀了我，他就会立刻把你抓起来，对外宣称是你私吞赈灾粮，毒害百姓，然后杀了你灭口，这样他和张志勤就能全身而退了。周怀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当年他替张志勤扛下了城西灭门案的所有罪名，以为张志勤会救他，结果呢？你想步周怀的后尘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主动交出所有赃款，写下张同之和张志进贪赃枉法的供词，至少能保全你的妻儿老小。我现在还有什么选择？张志进要杀我灭口，你们也要抓我伏法，我横竖都是一死，大不了同归于尽。我死了，你们也别想拿到张志进的罪证。你以为你死了就能一了百了？张同之为了自保，第一个就会拿你的妻儿开刀，只有你活着指证他们，你的家人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外面来了好多官兵，把整个县衙都围得水泄不通了。不可能这么快，江云不可能这么快找到巡盐御史。阿慈，我回来了，我把巡盐御史带来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了这么多苦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我没事，一点皮外伤而已。放开我！我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没有资格抓我。张志进大人不会放过你们的，他一定会救我出去的。放肆！你身为朝廷命官，不思为民做主，反而勾结奸商，致死吞300袋赈灾粮，用掺了草污的毒蛊毒害百姓，罪证确凿。本官奉皇上密旨，特来捉拿你归案。谁敢保你？你先歇会儿，我去给你熬点粥。不用，我不饿，陪我坐一会儿吧。宋姑娘，方便进来吗？大人请进。你们谈，我去门口守着，不让任何人进来。宋姑娘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冒着生命危险拿到账本，青岩镇的百姓恐怕还要继续受苦。大人言重了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那些被毒蛊害死的百姓，还有含冤而死的村长，他们不能白死。其实陛下早就知道张志进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了。陛下早就知道了，那为什么不早点将他绳之以法？宋姑娘，你只看到了张志进的贪婪和残忍，却不知道他在朝中经营了30年，势力早已盘根错节。陛下身为天子，不能只考虑一时的快意，更要为天下苍生着想。原来皇帝并非不察，只是身不由己。原来如此，那陛下一直在暗中调查他。没错，3年前陛下就派我暗中调查私盐案，张志进利用宰相的职权，垄断了江南的盐运，每年贪没的盐税高达数百万两白银。城西的林家就是因为掌握了他私盐交易的账本，才被他指使周怀和王景元灭门的。原来我父亲当年查的不仅仅是城西灭门案，更是张志进的私盐案。是的，宋提刑官是个好官，他查到了张志进私盐网络的核心，却被张志进先下手为强，诬陷受贿，冤死在狱中。陛下什么都知道，只是在等一个时机。爹，您听到了吗？陛下知道您是冤枉的。这次的账本是非常有力的证据，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，就能挖出张志进整个贪腐网络，将他和他的党羽一网打尽。我明白了，陛下是想等所有证据都确凿之后，再一举将张志进及其党羽全部铲除，永绝后患。没错，陛下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收网的那一刻了。这次你立下了大功，陛下一定会重重赏赐你的。我不要什么赏赐，我只希望所有作恶的人都能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所有含冤的人都能沉冤得雪，天下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。宋姑娘高义，本官佩服。你放心，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。你们谈完了，粥熬好了，趁热喝吧。大人，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，尽管吩咐，只要能扳倒张志清，我万死不辞。我也是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陪着你。好，你们先好好养伤，等伤势好转，我们就立刻回京。这一次，我们一定要让张志进血债血偿。叔父，救我！巡盐御史已经拿到了账本，他一定会把我供出来的。废物！连个小小的青山镇都搞不定，还把账本丢了，我养你有什么用？
我也没想到那个宋念慈竟然这么厉害，不仅拿到了账本，还说动了巡盐御史。叔父，现在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提刑官女儿，翻不了天。明日早朝，我会先发制人，弹劾巡盐御史勾结乱民，诬陷忠良。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人能动得了你。多谢叔父，多谢叔父。不过那个宋念慈必须死，他知道的太多了。叔父放心，我们已经安排好了杀手，今晚就潜入驿馆，取他性命。记住，要做得干净利落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是。都这么晚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明天还要面圣呢，我再看一遍。这些账本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是张智霖贪赃枉法的铁证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谁？小心！末将护驾来迟，让宋姑娘、江姑娘受惊了。你们是？后进亲卫营统领，奉陛下密旨，暗中保护2位姑娘的安全。陛下早就料到张志金狗急跳墙，定会派人前来灭口，特意让我们埋伏在驿馆四周，就等着他露出马脚。陛下早就安排好了。张志进为了自保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末将已经派人将这些杀手押入天牢，连夜审讯。他们的供词，明日早朝会连同账本一起呈给陛下。2位姑娘放心，驿馆内外已经布下3层守卫，绝不会再出任何意外。有劳统领了。这是末将分内之事，2位姑娘早些歇息，末将就在门外守着。没想到陛下竟然想得这么周全。是啊，陛下布了这么大一张网，张志进这次插翅难飞了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讲。臣弹劾当朝宰相张志进结党营私、贪赃枉法、欺君罔上，罪不容诛。陛下，巡盐御史血口喷人，臣身为宰相，一心为国，鞠躬尽瘁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？张相爷，你敢说你没有贪墨严训？敢说你没有包庇下属周怀、王景元灭城西林家满门？敢说你没有克扣黄河赈灾临款？一派胡言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臣当然有证据。清仙镇县令已经招供，他和梁商王福勾结，用掺了草污的毒蛊毒害百姓，所得赃款70%归他。一个小小的县令，为了脱罪，什么谎话编不出来？陛下，巡盐御史听信一面之词，诬陷朝廷重臣，其心可诛。巡盐御史，你还有其他证据吗？臣还有人证。此人不仅亲眼目睹了张志进的罪行，还冒着生命危险拿到了他贪赃枉法的账本。哦，不知是哪位证人？臣倒想听听他能说出什么花来。陛下，宣民女宋念慈上殿。宣民女宋念慈上殿。民女宋念慈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你就是宋念慈，前提刑官宋拱的女儿？正是。哼，你父亲当年因受贿畏罪自尽，你不思悔改，反而勾结巡盐御史，诬陷朝廷重臣。我父亲根本没有受贿，他是因为查到了你私盐交易的账本，被你指使周怀和王景明伪造证据，诬陷入狱，最后冤死在牢里。你胡说！宋拱受贿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容不得你在这里颠倒黑白。证据？你所谓的证据不过是你伪造的字据和买通狱卒的供词罢了。当年城西林家掌握了你贪墨盐税的证据，你就指使周怀和王景明灭了林家满门十口，连3岁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张志进，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陛下，此女妖言惑众，混淆视听，恳请陛下将她拖出去，斩立决。张志进，让他把话说完。谢陛下。3年前黄河决堤，朝廷拨下300万两赈灾银钱，你克扣了200万两，导致数万百姓一死淹死。清楚镇300担赈灾粮，你又指使张同正和县令私吞，毒蛊害死了数10个无辜百姓。你血口喷人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些事儿是我做的？我当然有证据。张志进，你身居高位，却视人命如草芥，你对得起陛下，对得起天下百姓吗？
陛下，这就是张志进及其党羽贪赃枉法的账本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近5年来他们贪墨盐税、克扣赈灾款、收受贿赂的所有账目，每一笔都有他们的签字画押。张志进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这账本是伪造的，是他们故意陷害臣。伪造的？那好，我再请出2位证人。王景元，当年城下林家灭门案，是不是张志进指使你和周怀干的？是张相爷指使我们干的。他说林家掌握了他私盐交易的账本，必须斩草除根。张同志，清河镇赈灾粮案是不是张志进让你和县令私吞的？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是张相爷让我们干的。他说事成之后会保我们平安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。你们2个叛徒！我平时待你们不薄，你们竟然反过来咬我一口！待我们不薄？周怀出事的时候，你连一句求情的话都没说。清济镇的事败露了，你第一个就要杀我们灭口。张志进，你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人看，我们不过是你的棋子罢了。陛下，我还有最后一个证据，这是林家当年私盐交易的账本，是我父亲拼死藏起来的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张志进如何利用宰相之权垄断江南盐运，每年贪墨数百万两白银的罪行。大胆张志进，你竟敢欺瞒朕这么多年！陛下，张志进罪大恶极，恳请陛下将其凌迟处死，以儆。中经营30年，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放肆！你贪赃枉法，草菅人命，害死了那么无辜百姓，还敢说自己有功？当年先帝驾崩，太子年幼，是我力排众议，拥立你登基，是我帮你平定了藩王叛乱，稳定了朝局。如今你坐稳了江山，就想除掉我了。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，我杀了你，另立新君。不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是当朝宰相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张志进，你狼子野心，罪大恶极。朕念你曾有功于朝廷，赐你全尸。我不服！我不服！拖下去！张同志王景元及其党反，一律凌迟处死，抄没所有家产，充入国库。宋念慈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朕才能将张志进及其党羽一网打尽。你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开口。陛下，民女不要任何赏赐，民女只有一个请求。你说，恳请陛下为我父亲宋拱平反昭雪，恢复他的名誉。你父亲是个好官，朕早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，只是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如今张志进伏法，也是时候为他平反了。传朕旨意，追封前提刑官宋拱为大理司卿，厚葬于忠良祠，受万人敬仰。谢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